有人问我，西藏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我的答案就是藏传佛教的密宗。藏传密宗如同一层蒙着薄雾的秘境，流传千年，却始终带着挥之不去的神秘。它是藏传佛教当中最为深邃的分支，从不轻易示于人前，却总能勾起世人无尽的好奇与探寻。他究竟真的能够寄生成佛吗？修行成功的高僧真的能够弘化吗？修习密宗是任何人都可以修的吗？修习密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什么样的人才最终能够修习成功？对于密宗，我有着种种的疑问，无奈何我始终是在门槛外向内看，只能看见些许的表象。密宗是历经千年传承的智慧结晶，它的神秘源自于传承的严谨，教义的独特，更源于血域文化的深度交融。那些被外人视为神秘的符号仪式，始终吸引着我，向藏地深处不断的前行。今天我有幸对话一位修习密法多年的僧人，听他亲口拆解密宗到底应该如何修习，揭开那些被误解的神秘面纱，聊聊密法修习的真实模样。我是笑峰，一个藏学的实证研究者。今天我依然走在追风的路上，接下来我们将褪去传说的渲染，请跟随我的镜头，一起探寻藏传佛教密宗的真实世界。摩旅的过程当中，说下雨就下雨，但不管下多大的雨，都挡不住追风者的脚步。红色寺院望藏寺，这应该是跟当年工农红军路过，可能寺院有支持有关系吧，我猜测是这样。妇女不允许在寺内借宿，寺管会。到处都能看到寺庙门口有这个壁画，大象上面有一只猴子，猴子上面有一只狗还是啥，在上面有一只鸟。这个就很接近我们汉地的长寿图了，南极仙翁、仙鹤、麋鹿、桃子、松柏。这个吉祥图案跟其他的寺庙也是类似的，但所不同的是，它中间居然有个道家的太极符号啊，这有意思了。这道教还融合了藏传佛教。这个图案，双头鸭，带眼睛的花，冲过去。哇！快冲快冲！啊！雨下的好大。我好像正好赶上僧人们在经堂里面做法事。我犹豫了半天，到底要不要进去。最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
还是走了进去看。按道理来说，寺庙在举行法事的时候，外人是不太好进去的。但是藏传佛教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比较强，有的时候还是会允许游客进去的。我在门口待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脱了鞋进去了，僧人好像也没有拦我。我看见经堂中间的那个造像啊，实在是很奇怪，因为我认不出来。目前我对藏传佛教的佛像认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今天这个佛像认不出来。这个主尊旁边还有2尊胁侍菩萨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还是想上前去问一下僧人。我就大着胆子上前去，我先去给这个僧人行了个礼，然后开始了我的提问。请教2个问题就走，可以吗？我们这个是格鲁派的寺庙吗？对，是的。啊，对，是的。那中间供的这个佛是什么佛？宗喀巴大师。左边最中间这个。宗喀巴大师就是我们格鲁派的创始人。但是为什么跟我其他所有地方看到的都不一样呢？那是可能就是造像人就是。不是，我感觉这个有点像女的。那可能就是造像的人，就是弄的，就是一种手艺吧。就是他们每个人的就是手艺不一样嘛，然后他们的有些就是会有些差别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其他的神奇。不是。左边是他的2个弟子，左边和右边是他的2个弟子。我们寺庙僧人就这7个人吗？不是，这次我们就法师，就只有这7个。平时的是全部，这不是全部。主殿我看到锁着门，能参观吗？主殿现在应该那个管事的现在不在，只有在上午和下午的时候才有。哦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大师你好。你们哪里？啊，我江西的。江西啊。普通话您会说的是吧？还可以。那我请教一下啊，这里是？这是糌粑啊。这酥油。哦，对。这个是松柏。这是松柏，对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糌粑和酥油做成的。哦，他们说这个是圣水，是圣水吗？那个矿泉水。矿泉水是吧？对。哦，哎，这样像这个煨桑不是一般都是他们那个信徒来烧这个煨桑吗？为什么你们也要自己亲自煨桑啊？有些信徒他们就帮他们嘎一点，呀，有些是给他们帮他们做的。每天都要煨桑啊？每天都要煨桑，对。那下大雨会不会把这个炉子搞灭了呢？不会的，就它那个口小嘛。哦，它设计了防雨的是吧？这一般不会。我看您好像年纪蛮大的，不像那个小僧人。您出家多久了？20多年了。20多年了。你是江西的。我看前面好像是在做法事，您是刚刚做法事的僧人吗？对。法事现在做完了吗？还没做完，他们在做着呢。他们各忙各的。我们也煨桑，帮群众们煨桑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护法殿。对，是护法。这个叫护法殿。护法殿，这是煨桑，就是供养护法的。供养。对。但我为什么我感觉这护法殿里面没有看到什么护法呀？护法一般都看不到，那个护法在上面。在上不让看，那个是密宗的。
但是藏传佛教不就是密宗吗？就是密宗嘛，密宗里面有些护法就是不能，他那个就是我知道都是像什么大黑天呐、马哈嘎拉、吉祥天母这些。这些都有。我下次差不多。啊。那没关系，可是那个。都预备嘛。哦呀，不差别嘛。都预备。对吧？都可以。这些窝窝。这他们结果了，结不够，这些这个。哦呀。哦呀。对呀，都有。护法神一般不让看，但是你可以看，男生们可以，女生们都不让看。我知道这个规矩，我在西藏知道，我去过西藏。对。你可以看的话，你可以上面去也可以。我那个有一些佛法的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。我们是格罗派的，对吧？我们格鲁派对。那个格罗派修习是讲究先显后密嘛，对吧？对，先显后密。对，然后一般显要修多少年？这个没有确定，那个一般就是或者说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修密？就是9年到12年，9年12年，你的功底就是好了的话，你可以修密。功德好了的标准是什么呢？那个学问啊，各方面行为啊，各方面是，学问各方面行为达到标准了，对，才可以修密。对，有些人的话就是他那个，他那个也修行达不到那个密宗的那个境界，就再修20年也达不到那个。那我想请教一下大师，您这边你修密了吗？我们也是修了。你修了几年了？现在开始修。对，1年修了吧？对。你修密有什么感受？就是修密怎么说呢？就是他那个打坐啊，各方面修行，就念经那时候，那念经啊，各方面打坐的时候，他那个放下一切，那个清醒自己的各种杂念，那个这方面帮助特别大。您为什么要修密呢？就是佛教里面最终还是佛教最终目的就是成佛嘛。成佛的话，就是您修密是为了成佛。就是那个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嘛。最高的境界。最高的境界就是密宗先学密，先显宗嘛，然后学密宗嘛。密宗就是最高境界嘛。这个我们在这个修那个学那个这个密最高的境界，但是还没达到那个境界，就这样子。学大学里面学那研究生，还没学完全学完那个意思。已经学完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目前寺庙里面有没有大师已经达到那个最高境界呢？这个大寺院里面，现在小寺院里面没有呢。就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吗？也有是吧？达到肯定有。肯定有是谁呢？有些事还不可以说呢。不可以说。对。就是他是不是？如果你说的都是你看到的、说到的都是你一般的，真正的密宗的你看不到，你没有缘分也接近他，就这样子。我想接近一下，怎么接近呢？再说我们一般修行的人也见不到他们了。他是不是在山上的修行洞里面？对，与世隔绝。不是洞里修的也有。自己闭关在家里，自己每个都有这个房子嘛。每个房子里面闭关嘛，闭关几年，9年啊，6年啊，就是自己闭关，不让人接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他闭关的时候，他吃喝怎么办呢？他们专门有个那个伺候，有做饭的人有人会送饭给他吃是吧？就他相当于在里面紧闭一样的。对。然后跟与世隔绝，什么也不接触。对。但是有那些你再去想见他一下，他不见那些。他不见。一般人不见啊。对，一般不。那他总有出关的时候呀。出关的时候总可以见的。这个咱们还遇不到呢，有缘的人还遇不到，一般遇不到那个。一般遇不到。他们也是
为了他们的修行嘛，也不让他们别的人打扰他们的修行，就这样子，一般不见那个。再说，你看在网上啊，各方面上，网络上那个媒体上出名的那些都是一般的，真正的那个他们不接受媒体，在照片上不发，一般都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有是有。就真正的大师隐士都是不接触世俗人的。上哪搁进来的？哦呀，对，就是水平高的都不跟媒体接触，只有水平一般的半桶水乱响的才接触媒体。对，就这样的意思，意思就这样。但是因为像我们这个资源的话比较小嘛，大资源肯定有，那些有，大师有。我们去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回来自己要学习这样的。我们这个寺庙，我看门口讲是红色寺庙，为什么是红色寺庙？红色寺庙就是以前那个红军长征嘛，就是来过这个寺院里面以前，就把它寺院起名就是红色寺院，就是红军在这住过是吧？红色寺院不是我们寺院起的名字，这个政府起的名字啊。对。哎呦，我有点明白了，跟那个甘孜那边一样的。红军当年路过。这个红色寺院就是不是我们起的，在历史上也没有。我们这个寺庙它是什么时候最早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？这个是清朝的时候。清朝是吧？300多年了。它在那个过去的时候有没有被毁过？文革的时候有，就文革的时候被毁过是吧？但是他那个留下的那个寺院寺庙，就文革时候没拆留下，那个就是300年的历史。哦，这两个是新的是吧？修后建的。懂了。好的，有缘碰见大师，谢谢。这个僧人真的是非常的和善，扎西德勒。其实僧人也是人，并非圣人。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所不一样的地方只在于，他们走在修行的路上。藏传佛教密宗讲究寄生成佛，就是他们的修行目标。很多人一听密宗讲寄生成佛，就觉得这不就是另外一种执着吗？追求寄生成佛，这不就是我执吗？其实刚好相反，密宗说的寄生成佛，不是让你拼命抓住一个我去修成佛，而是告诉你，你本来就具备佛的智慧与慈悲，只是被贪嗔痴各种执念给盖住了。修行不是往外求往上爬，而是把我这个执念慢慢的放下，看穿松开。观佛持咒修气脉都是帮你忘掉那个小我，不是强化我，而是超越我。真正的寄生成佛是去掉我执，回归本来面目。越修越无我，越修越清净，这才是它的真意。我下一站旅程的目的地是朗木寺，这个地方位于甘肃甘南与四川阿坝的交界地上，藏语全称德合苍朗木，意为虎穴当中的仙女，海拔3300米，有东方小瑞士之称。这里有2座寺庙，甘南那边是赛彻寺，四川那边是格尔底寺。那么在朗木寺，我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？我是笑峰，自由探索世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